大家好，我是东东。提到周文王姬昌，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就是那个圣明贤主，还有周朝的奠基者，以及是周易的著作者？在我们的印象中，他好像就是古代圣人的一个代名词。但是跟你们想到的这些不太一样的，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商朝版的司马懿。这个你可能有些人就要反驳了，他们两个怎么能比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有很多的共通点的。你要想一个政治家，就是达到周文王的这种水平的，他没有一点手腕，没有一点谋略，光靠傻白甜，就是这种圣人形象达不到的。下面我们就来捋一捋他们之间，就是周文王和司马懿之间到底有什么共通点。下面我们来说说第一点，他们能熬。怎么能熬？他们真的很能活。周文王活了几十岁，是活到最后纣王把他给放了。他最开始是被囚禁在朝歌的，纣王猜忌他，觉得他功高震主，还有他的一些私底下的一些事情，让他觉得不得不防，就把这个姬昌给囚禁在了朝歌，一关就是关了7年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他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在默默的等待，在积累。他不是在等那个纣王去大发慈悲什么的，而是在等他犯错，等天下对商朝彻底失望。他没有在这个囚禁中选择死亡，而是活了下来，艰难的熬过了这个7年。等到他被释放回了西岐过后，他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诸侯了，而是一个拥有大智慧、大忍耐的王者。他在这段时间完善了对周易的著作，也是完善了对他以后的一个政治立场的一个大概的规划。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司马懿。司马懿这个能熬，大部分都有共识了，他太能活了。我们大家都了解的，熬死了曹家的3代，曹操、曹丕、曹睿，那这3代全被他熬死了。纯靠能活，就熬到了后面的高平陵之变，用自己的生命这个长度去磨平了对手所有的棱角，把对手所有的优势全部给磨了。在曹操手底下的时候，他是小心翼翼，从不暴露野心的。在曹丕时期，他才逐渐的去崭露头角，成为了肱骨之臣。到了曹睿病重的时候，他终于是等到机会了，成为了托孤大臣，最后才用一场高平陵之变彻底的夺了曹家的权。司马懿他跟周文王一样，不是靠一时的勇猛，而是靠这个岁月漫长的积累沉淀，把其他人熬垮，熬到他们出问题。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2点，能忍。司马懿的人我们就大家有目共睹了吧，那可以写成教科书了。为了麻痹曹爽，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可以装作病入膏肓，连曹爽派人去探望他都表现的说话都费劲，连太傅的父子都说不清楚，甚至是那个侍女为他擦拭嘴角，他都表现得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。所有人都以为司马懿快死了，放松了警惕。但谁能想到一个这头发花白胡子花白的一个，这个都半截入土，不能算半截了，基本上都全入土了，他还能策划一场政变。他的人是什么？是伪装，是欺骗，是为了最后那一击隐忍。那周文王的人呢，就比司马懿更残酷了，更悲壮了。当纣王怀疑他图谋不轨的时候，把他囚禁，并且做了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，这个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那就是把他的长子伯邑考杀了，并且还给他做成了肉羹，赐给姬昌吃。这个姬昌换做普通人，这个早就崩溃了，可能会选择自杀，也可能会就从这里就开始跟纣王暴露了，就要开始唱反调了。但是姬昌他没有，
他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就是他的以后的这个计划，为了他的事业，他硬生生的把这个肉羹给吃了下去。他儿子的肉，你要想一想，那是他儿子的肉，他吃了。他知道如果他当时反抗了，不仅自己会死，而且会连累整个西岐都被灭，所以他就把这个血海深仇就埋在了心里面，把这份痛苦埋在了心里，默默的在心里面给纣王记了一笔。不然怎么会有后面的西岐兴起，周代商？如果没有他这些忍耐的话，基本上没有周朝什么事了。你要想一下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这个比卧薪尝胆那不知道要残酷多少了。司马懿的人是战略上的这个表演，那周文王的人就是人性上的考验了。他们都是为了这个最终的目标，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、无法想象的痛苦。这个一般的人，你没有一些怎么说很高尚的目标、伟大的目标，你是没有这个心境去撑下去的。那我们再来说第三点，也是最核心的一点，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时代。虽然他们是没有称帝，都是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时代的统治者，但是他们是自己时代的一个奠基人。司马懿没有终结三国，但他是西晋王朝的一个奠基人。他没有亲手称帝，但是他为他的儿子的孙子司马炎篡位是扫清了所有的障碍，曹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势力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就被他扫清完了。他用自己的智慧和隐忍结束了东汉末年的乱世纷争，开创了晋朝。那姬昌呢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他确实没有推翻商朝，但是他去世的时候，基本上把商朝的势力已经瓦解的所剩无几了。他用自己的筹谋运筹帷幄，把商朝的势力逐步的蚕食殆尽，并且一步一步的扩大了自己的势力。如果没有他的这一系列的运营，可以说周武王伐商可能还要不是说不可能成功，但是肯定是会高很大的难度的。所以我们说武王灭商，但他真正的根基是周文王奠定的，他才是周朝的开创者。那最后我们就来回过头来看一下周文王和司马懿这两位跨越了1000年的历史人物，他们一个被奉为圣人，一个是被视为权臣。他们的成功之道就真的惊人的相似。他们告诉我们，第一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，只有活着你才有机会，活着你才有希望。第二，要能忍，当你没有足够的实力的时候，忍才能给你带来最后的胜利。第三，那就是真正的王者是要能够看到未来的，不一定你要自己成功，你可以成为那个成功的奠基人，为未来铺路的人。周文王和司马懿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向我们证明了，无论是圣人还是权臣，想要改变时代，都是要具备极致的智慧、无边的耐心，以及那份愿意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之重的坚韧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是东东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